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全新5星限定角色软梅已经登场，不知道各位都抽了没有？作为首位同鞋限定5星角色，软梅强度表现到底如何？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带来软梅的角色攻略测评、机制强度、配装配对各种选择，快入深入并且上手这个角色，有帮助的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支持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权都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无经验拿，谢谢。软梅是一位可以给全队角色提供增伤、抗性穿透、击破弱点效率，从而推调的万金油辅助角色。软梅的三维方面，80级基础生命值1086，攻击力659，防御力485。两项生存属性相比同为同鞋的布洛尼亚低了不少，但是攻击力呢以及速度方面却高了一些。而且软梅需要击破特攻的。攻击力顺便可以补充一点伤害，但是软梅作为辅助，它的面板数值给的比较少。那么数值少意味着强度低吗？不一定。接下来来看一下机制技能啊。软梅的战绩可以给我方全体角色提供一个持续3回合的增伤，10级是32%，持续回合算软梅行动回合的，和停云那个是不一样啊。停云那个是根据主 C 的行动来计算的，那么意味着软梅的速度要求就不是特别高了。同时战绩还能提高50%的击破效率，比如本来削刃2点的变3点了，可以大幅度提高你的破盾效率。7号中业技开启2个回合的结界，自身回合开始减1，和战绩一样的效果。处在这个结界当中的所有队伍角色提供10级125的全抗性穿透，也是非常高贵的稀有城区了。目前好像除了星魂之外，就稀有的行迹量子穿透了吧，并且我方角色攻击敌方可以挂上一个残梅战的状态，可以延长弱点以及推调。数值根据软梅的20%击破特攻加10%，就比如软梅有200击破特攻，那么可以推调50%了。每次击破弱点只能触发1次啊，因为敌方有弱点嘛，这时候我们的角色攻击敌方会有减伤。但有了这个击破延后之后，不仅提高点输出，还能提高一定的生存能力。推调了之后嘛，它就动的比较少了。然后今天混沌用了软梅之后啊，队伍的生命总体来说比较健康。然后我试了没有带软梅的情况下，总体血量低了很多，这一点就能看出软梅大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软梅的天赋除自身外，给队伍提供10级10的速度加成，而且我方才击破敌方弱点，还可以造成一个软梅冰属性击破伤害。文案这里写2个击破伤害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搞错了，还是本来就这样的。这个提高速度可以和那个速度套理解差不多吧，但这个比较稳定啊。额外能力方面，软梅击破特攻超过120%，每多10%提升6%战绩增伤了，最多不超过36%。也就是说，软梅至少要堆180的击破特攻才能吃满这个效果了。但是我现在战绩是26，加上这个36就有62增伤了。这个增伤和布洛尼亚的战绩增伤差不多了，非常离谱。考虑到行迹还有全队加特攻20%，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它是不会显示在面板身上的。所以软梅只需要堆160特攻在面板上就可以了。行迹每回合回复5点能量，这一点就非常好了。不仅可以提高大招的回转，而且有时候刚好差一点点，作用就很大了。然后来看看软梅的神技啊，释放后进入战斗可以获取一个免消耗战绩效果。如果是魔女宇宙，还可以根据祝福提高击破伤害。这个在清理小怪这一点应该很不错。然后进入战斗还可以回复30点能量，还可以吃到充能绳子的加成。非常的香啊，这样就算没有专武，首轮也能开大了。有充能绳的情况是110点进入战斗，如果没有充能绳是105，而且我现在是带专武的啊，以我专武为例。行迹分叉方面有22.5%的防御力加成，5点速度以及37.3%的击破特攻，再加上行迹20%的击破特攻，你只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再堆一个123击破特攻，就能吃满行迹增伤了。然后技能方面，除了普攻都要升级的，推荐3个8就可以了。总体升级性价比不算高，就是说它每升1级只提升一点点，不过数值给的很足了呀。增伤、穿透、击破效率提高，弱点延后推调、加速，还有不错的击破伤害。总体强度非常简单暴力，也就是这么多增益，在配对上队伍只需要用到软梅几个增益效果就能入队了，非常万金油。那么接下来说一下配对方面的一个推荐啊。测试了1个下午的配对，我发现软梅就算我之前搭配说克拉拉不行，发现现在还真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软梅可以加入全部需要输出队伍，提供增伤等效果，就提升大不大的问题了。也可能是因为这期混沌的关系啊，
总体对影月君提升比较大的感觉。混沌12层上棒0+1闪电影月，差一点2回合打完，非常的快。如果软梅换成布洛尼亚、佩拉、停云这种要打4回合以上左右，而且中途都是血条蹦迪的情况下，因为软梅的机制它有个破弱点，一个推条延后的一个效果，这可以大大提升我方的生存能力。这也让影月本身生存比较脆得到一个有效的提升了。而且软梅战绩持续3个回合，软梅就是 AAE 的循环就能缠点了。如果你抽装光开大还可以藏1颗，那么龙当几乎就不缺点数了，非常好用。那么你们可能会说了，都是靠弱点打伤害的啊。虽然混沌10不如混沌12强啊，但是无弱点情况下也能差点3回合打完，非常的恐怖啊。那么这个队的配对方面就是影月、软梅、停云加一个罗刹。实战总体用下来，全程3颗豆子都在放的，问题不大啊，非常舒服。然后是卡夫卡 DOT 队伍了，我这队伍因为环境情况下没有上 DOT 手，带了个停云打了5个回合，当时我卡夫卡面板很差，0+0的，加上没有上 DOT 手触发套装那个莽城效果，就算这样总体提升还是不小的，这就要等到一波黑天鹅的到来了。这个版本只能说喝汤吧，下版本或许能喝肉吃汤了，不对，吃肉喝汤了。至于软梅搭配影子总体测试下来和布洛尼亚区别不大，都是5回合打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影子是靠大招爆发输出的，而布洛尼亚也是属于一波流可以让影子吃满增益的角色。不过让我选的话还是软梅吧，毕竟软梅最大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用脑子 ，buff 持续无脑，只要不是忘了开技能，不可能吃不到真伤的。在你银之爆伤比较高情况下，我现在71、190的双爆，软梅可以让银之打出最高65万的大招伤害。可惜我这里忘记录屏了。而带布洛尼亚是58万，不过肯定有误差嘛，毕竟我银之吃满天赋暴击也就96。如果只看真伤方面的话，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软梅它真伤覆盖率非常高，可以说全覆盖了吧。不过呢，他们机制还是有所不同的嘛，毕竟布洛尼亚有解控拉条，而软梅则没有，则是不同的一个定位吧，就各有所需。然后试了一下搭配刃，果然不出所料啊，不太适合，打了5回合。不过把佩拉换成克拉拉的话，快了1个回合，虽然挨打变少了，但是软梅可以给全队增伤，这样刃和克拉拉都能吃到个正义了，这也导致伤害又回来了，打得比当 C 快多了。不过只能说想要主 C 的刃还是得布洛尼亚比较好啊，毕竟还有解控的，别忘了。但是克拉拉搭配布洛尼亚就不好用了，毕竟他们两个机制不契合。虽然但是克拉拉又喝汤了，只要真伤给的够，那么克拉拉的反击伤害得到提升了嘛，所以反击少了问题也是不大的。而且你不可能克拉拉每次都能击破敌方的弱点吧，达成一个推条吧。所以我细想了一下，搭配克拉拉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的。因为考虑到软梅配对实在太多了，我只能说到几个比较热门的配对吧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，或者说搭配配对有什么不懂，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啊，可以问我也可以。接下来说一下软梅的关追推荐，首选专武镜中顾我，这张关追它既能给到一个击破特攻60%，还能提供真伤全队的，还残点，还能回能，这一点就太香了。次选布洛尼亚的装光，那张关追也是能残点回能，还有真伤，不过真伤的话得卡轴，比较麻烦一点。4星关追首选这个记忆中的模样，这张关追它能满精炼，可以提供58%的击破特攻，和专武已经很接近了哦。然后还能一个触发回能效果，吃到充能神的加成，很香啊。其次的话，你有啥用啥咯，比如月卡关追柔月啊，拉条关追都行。但是效果会比较一般啊，因为它是主要击破特攻为主的嘛。士兵前面说了，它面板需要堆一个160的一个击破特攻，加上行技版20 180嘛。软梅的仪器选择方面有2个选择，一套是速度套，或者一套是击破特攻套，以击破特攻套为主，然后副词条外速度，2套总体都差不多的，主要看副词条哪个好啊。生命或者防御衣服，鞋子速度固定的，球生命或者防御也是差不多固定的。绳子充能或者击破特攻，毕竟充能只能靠绳子来加，而击破特攻可以靠副词条来歪。在没有达到180击破特攻的话，是大于其他的一个属性的。达到180击破特攻就全力堆速度、生命、防御就 OK 了，非常简单的一个角色配装了。速度呢，大概在134以上就足够使用了啊，不用特别高的。
至于龙骨和新州套，我还觉得还是看副词条为主，毕竟他们两者差距还是很小的。或者说击破特工比较缺，你带击破2件套也 OK 啊。然后再来看看星魂方面的，一魂是问的人比较多的，他们说1+0好还是0+1好？我觉得这得看情况啊。如果你是放用性强度玩家，那么装无脑选择，毕竟它能缠脸、增伤、击破特工，还能回能。如果以后不再用这个装没了，还能拆给别人用。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情况，然后你是纯强度党数值的，那么一命优先。一命它是全队巫师20%的防御力，俗称一个小佩拉的加成了，提升很大啊。然后是二命的效果，二命它是一个处于击破状态攻击，提高40%攻击力。我觉得这个覆盖率只能说一般般吧，不是很重要。四魂是击破敌方弱点，可以提升软梅100%的一个击破特攻，就是说，比如你现在有200击破特攻，它就是变成400了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持续3个回合。六魂延长大招1个回合的一个持续时间，然后天赋造成击破伤害倍率额外提高200%啊。其实总体来说这个也不重要，主要还是这个一魂啊比较舒服，性价比也比较高。所以推荐一般的情况就是1+0或者0+1的选择了。看数值抽一命，如果是看放任性强度的性价比，那就抽专武会比较好。因为目前来说，软梅它能搭配所有的一个配对，是非常万金油的一名角色了。我推荐有原石的玩家，不对，有星球的玩家一定要捞一只出来啊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UP主。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，可以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